林婉儿的计策让安城西惊为天人，他要把自己和吴飞燕的经历写成剧本，拍成短剧，甚至给吴飞燕加一个500年后灰飞烟灭的结局，以此来离间吴家人与吴飞燕的关系，还能崩掉他们的心态，这本身已经非常天才了。更绝的是，他竟然要把短剧搞成奖励制，而不是投资制，这简直就是最好的风险隔离手段。如果是投资拍摄，无论用多少个壳公司来伪装，资金链路终归是藏不住的。谁拍了这部剧，拍剧的人又拿了谁的钱，这一切都很难做到100%隐藏。就算钱能隐藏，谁找到的那个人，怎么取得联系的，都将留下隐患。但是林婉儿直接规避掉了投资环节，她只是隔空拿出超高的比特币来作为激励，再用灰网做背书。灰网的高额悬赏自然会让短剧从业者们自传播，甚至还会让一些局外人也为了钱而投身进来。而高昂的奖励将刺激那些短剧从业者自己出钱出力去拍摄，全程都不需要与林婉儿有任何接触。这有点像马拉松的组织方，他们只需要给出足够高昂的获胜奖励，根本不需要给马拉松参赛者1毛钱的佣金。全世界的马拉松运动员和爱好者都会自己承担路费和食宿费用，蜂拥而至，不但要缴纳参赛费用，甚至有的热门赛事还需要抽签才有资格参加，否则给钱都没有门路。这样一来，林婉儿也不用自己把钱给到这些制作团队，资金链路就完全不可查了。而比特币本身是一种加密货币，它的链路也都是不记名的，想通过比特币查到林婉儿本人的可能性为零。就算吴飞燕知道这比特币是林婉儿出的，她也没办法溯源。而灰网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追查的灰色地带，林婉儿在这里发布任务，吴飞燕同样也查不到她。这样一来，林婉儿就有了灰网和加密货币这双重安全保障。林婉儿自己不用暴露任何线索，只需要把任务挂出来，就能吸引全球短剧创作者为了几百枚比特币的悬赏而自费开机。到时候，关于两人的故事，可能会以几百种不同的语言，在全球各个地区上线，对吴飞燕和吴家人，绝对是360度的无缝信息轰炸。更绝的是，林婉儿自己把自己写的剧本发到灰网上去，吴飞燕明知道剧本就是他写的，但也根本查不到他在哪，只能干着急。而林婉儿除了出钱出故事之外，不用承担任何风险。不仅如此，到时候全世界成百上千个团队拍摄这个故事，参与的演员至少几万人起步。吴飞燕就算是想找人泄愤，也根本没有机会，因为一旦他针对这些演员动手，反而会引发不必要的关注。观众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一旦参与者离奇遇害，反而会觉得是否存在某种关联。安城西此刻不禁向林婉儿感叹，晚辈在暗处折腾了20年，给破青会带来的破坏力加起来，也未必能比得上前辈这个短剧的计划。如果前辈有什么需要晚辈帮忙的地方，晚辈一定全力以赴。林婉儿微笑道，这件事简单，剧本我自己写就好，就算吴飞燕一眼就看得出是我写的也不要紧，只要他找不到我，他就只能干着急。至于比特币，小女子手中分散在几百个电子钱包里的比特币，大概有10多万个，折腾这点事足够用了，甚至可以反复折腾它几10年。说着，林婉儿俏皮地笑了笑，继续说，我打算啊，在我写的剧本里，吴飞燕就还叫吴飞燕，我连名字都不给她改，让她体验一下社死的感觉。安城西感叹道，这一招足以让破青会军心大乱，真是绝佳的攻心之策。言罢，他想起林婉儿见到自己聊了这么多，两人的话题还没提到叶晨，于是便主动起身，向着林婉儿深深鞠了一躬，说，对了前辈，您曾救过晨儿的命，晚辈这个当母亲的心中感激，今日终于有机会当面谢谢前辈您了。林婉儿有些惊奇，问他，夫人怎会知道长胜伯自鲍尼完工的事？
这件事除了我与公子，也只有当日在现场的定远伯了。安承熙惭愧地说，其实晚辈也是后知后觉，晚辈原以为以晨儿的实力，对付区区一个常胜伯应该不是什么问题，但没想到那日金陵市郊山区忽然传来巨响，晚辈的人赶到的时候，两人交战之处已然夷为平地。晚辈也是那时候才意识到，常胜伯一定还有我不知道的后招。说着，他没等林婉儿问起，便直言道，起初晚辈也不知晨儿是死是活，一直到后来晨儿平安无事，晚辈便猜测应该是前辈您救了他，或者是您父亲留给您的那枚戒指救了他，不知晚辈说的是否正确。林婉儿甜美一笑，轻轻点了点头，随即感叹，和叶夫人沟通属实痛快，直来直去，不拐弯不抹角。说着，她收起笑容，一脸肃穆地说道，她吴飞燕追杀我这么多年，无非就是想得到那枚戒指。原本我早就厌倦了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，唯一支撑着我没有自我了断的信念，就是那枚戒指。我虽是一介弱女子，没能力手刃吴飞燕这个杀父仇人，但我绝不能，也绝不允许吴飞燕得到那枚戒指。所以我原本打算守着那枚戒指，一直到守到吴飞燕500岁阳寿耗尽，这是我过去300年的信念和使命。林婉儿目光中带着坚毅，同时又带着几分轻蔑地说，一场战争未必谁强谁就能赢，只要杀不死我，那谁活到最后，谁才是最大赢家。毕竟我比他年纪小，他500年阳寿到了，我依旧还有20年可活。说到这，林婉儿轻叹一声，继续说，只是我没想到我在北欧的时候，吴飞燕竟险些将我抓去，这戒指也险些落入他手，幸亏公子及时出现，救我于危难之中。那一刻我便意识到，我或许没有那个能力平安守护那枚戒指到吴飞燕500岁那年，所以我便索性将戒指赠与公子。若进一步，那枚戒指可助公子一臂之力；若退一步，那枚戒指可保公子性命无忧；若再退一步，还可确保吴飞燕就算某天抓到我，也得不到那枚戒指。没有那枚戒指，吴飞燕便只有不到100年可活。